林真婉，你被优化了，别装听不懂，就是开除。说实话，35岁还在行政打杂，你出去扫大街，别人也会嫌你手脚慢，也就只有保洁阿姨愿意收留你。我干了8年，从实习生做到主管，上着996的班，还要帮眼前的人擦屁股，到头来居然是这样的下场。王寒令，你别忘了，去年你把公司年会搞砸了，是我通宵救场。还有上个月老板家猫丢了，也是我出去找了3天3夜。你现在说优化就优化我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公司念在你是老人，才给你 N+1，不签字？行，我现在就把你业绩不合格的记录发到行业群，让你在互联网圈子彻底死亡。这不是欺负人吗？真是可耻！就是说就是的。算了，别说了，反正也不是我。忘记告诉你了，你的位置我已经给刚毕业大学生留好，人家薪资只要你1半，一样996连轴转，比你好用多了。35岁老油条，谁还要你？王寒令，记得你今天是怎么对我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走了，谁看？您尾号1876账户，房贷扣款8235元，余额123.56元。请于本周5前缴纳乐乐下学期校服费1200元。您预约的张琼秀女士，体检套餐需补缴费用580元。35岁，我反倒成了公司的垃圾。妈妈，拜拜，下班早点回来。老婆，别太辛苦了，中午多休息会儿啊。好，那我走了。走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行政主管、办公室主任，甚至是前台，我这都已经主动降薪30%了，怎么还是找不到？喂，请问是林真婉女士吗？我是。看了您的简历，经验很丰富，但我们这个岗位只招30岁以下的，抱歉了。我30岁以下，30岁以下，那合着35岁的人都该直接埋了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找不到工作可怎么办？老公，老婆，今晚妈过来吃饭，说乐乐明年就要上3年级了，咱们得抓紧换个学区房，首付还差20万。哎，你那个年终奖什么情况？我快了吧应该。哎，行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这边忙着呢，等下班之后我就回去啊。好。婉婉，多吃点儿，你那大厂工作多体面呐！今年啊，再努力，赶年底升个总监。隔壁家老王啊，他那儿媳妇儿跟你同岁，都是副总了，年薪100万。是啊，老婆，等你涨工资，咱换个大3居，再把妈接过来一起住，多好啊！对了，你们2个也该考虑生个2胎了，趁着妈还能干，
能帮你们带。你工作稳定，再生个儿子，凑个好字，完美。爷爷，我该怎么跟他们说我失业了？妈妈，哎，我的裤子短了一大截，上体育课跑2步就往上窜，同学们都嘲笑我穿9分裤。没事儿啊，妈明天拿去给你改，好不好？快吃啊！大爷，您看一下这个裤腿儿，能帮我改一下吗？这个改不了。谢谢啊。歇着呢，王哥。你知道咱这小区附近哪儿能改衣服吗？别提了，就刘俊梅那一家，纯的改衣刺客。他改一个裤边20块钱，换一个拉链10块钱，还得等3天时间。上次我孙子的校服被他改坏了，还骂我事儿多。他说嫌贵别来。现在大家宁愿坐3站地铁去别的地方改，都不愿意受他的气。咱们小区2000多户，愣是没有一个像样的裁缝。裁缝？妈，我被录取了，你看看，我找到工作了。我们家婉婉真棒，太好了，妈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辛苦把我养大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傻孩子，去他的什么35岁职场断崖，去他的什么 AI 过滤简历，大厂既然不要我，那我就自己给自己打工。大厂不要我，这小区有2000多户人家，总会有人需要我的。林真婉，你可以的。这改一条裤子就是5块，一天下来要是有20条，你就有100块了。只让你在这儿摆摊了。小区规定，公共区域严禁摆道经营，赶紧搬走，不然车给你扣了。那个别呀，我是3号楼的业主，我叫林真婉。是这样的，我是因为最近失业了，实在没办法，所以才出来摆摊的。我就占这1平米的地方，绝对不会挡路的。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天热，您先喝口水。等下午，如果您领导来视察的话，我马上就搬走，不给您添麻烦。您看行吗？行吧，也就看你是业主，不然车早给你推走了。是，最多摆到下午5点，别被领导看见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哟，这不是大厂的高材生吗？怎么读了10几年书，到头来要跟我这个没文化的抢饭吃啊？现在大学生都这么不值钱啦？我靠我自己的手艺赚钱，不丢人。王姐，你可千万别找他，他就是一个大学生，手艺肯定差得要死。别把你那几千块的衣服改坏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就是失业了，走投无路，专门来骗咱们小区人的钱的。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以后想改衣服啊，都来找我。我在这干了10年，手艺可比他靠谱得多。都散了吧。原来靠手艺赚钱这么难。林真婉，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妈！
妈，你别说，我们家是缺你吃了，还是缺你穿了？你个名牌大学生，你跑到小区里边摆地摊儿，现在全小区的人都知道我儿媳妇是个摆地摊儿的，你让我这老脸娃当哥啊！原来她是陈志凯的媳妇儿，以前不是在大厂上班吗？估计啊是被裁了，这没办法才出来摆摊的。可不是嘛，放着好好的白领不当，非要来抢我们这些底层人的饭碗。妈，你先别着急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妈，你听我说，妈，我失业了，咱家还有房贷要还，乐乐还有学要上，我出来靠手艺赚钱，咱不丢人的啊！你还敢顶嘴？今天你要是把这个摊不给我收了，我就碰死在这儿了！别这样！你看，这是我的家事。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妈，媳妇儿是个不争气的玩意儿。妈，以后跳广场舞，大家都会戳我的脊梁骨。妈，你先起来。妈，这是干什么？一会儿回家说。我不会，今天要把这摊不给我收了，我就不走了。老婆，先收了吧，别让妈生气了啊！你给收了，你赶紧给我收了你！算了，走吧。我凭我自己的手艺赚钱养家，我怎么就丢人了呢？姑娘，你能帮我改件衣服吗？这是我在网上买的，不好申，我就找了刘俊梅给我改一改。他一看是寿衣，是说这个东西晦气，还说这死人了，死人还穿什么合适的衣服，凑合得了。奶奶，我儿女啊都在国外3年了都没回家，我就想着呀，我走的时候穿上合体的衣服，体体面面的。我接了，李奶奶，这会儿我接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这衣服给您改的合身又体面。老婆，都12点了，明天再干吧啊！不行，这衣服李奶奶很喜欢，她心里着急着呢，我得赶紧给她赶出来。人老了，连件合适的衣服都穿不上，太可怜了。怎么样？哎呦，太好看了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看。您能满意就好。满意。哎呀，这是我自己种的菜，还有我们家的鸡蛋啊，你拿着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。收着了。奶奶，您这是要……这位呀，就是林姑娘，我那寿衣改的有多好看，你们也都看到了吧？人家呀，不但手艺顶呱呱啊，心还善，我那衣服呀没要我1分钱。以后谁也别去找刘俊梅那个黑心肝了，改了个裤脚收20，态度好像欠他钱似的。林姑娘这里只要5块，另等可取。我这件大衣啊，刘俊梅说补不了，扔了吧又可惜。林小姐，你帮我看看可以吗？行，我给你看看啊。刘俊梅那儿态度不好，收费还高。上次我缝个扣子收我10块，还说嫌贵自己缝。我要会缝，得找他干嘛？就是他这态度。大家都别上当了啊！他就是一个新手，别把你的好衣服都改坏了。放屁！
林姑娘改的寿衣比你做的新衣服都好看，你手艺差还宰客，还好意思说别人？怎么说话？就是我们只认林姑娘，你别在这捣乱。就是，快走，你走开，快走，走吧。走，我给你改。哎呦，都排队，排队啊！别急，给我。姑娘，李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别太累了，歇会儿吧。啊，给你拿个热豆浆，趁热喝了啊。谢谢你，奶奶，今儿不累的。谢谢你啊，给我介绍那么多生意。哎呀，应该的。哎呀，赶紧歇会儿啊，早点回家啊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还有3件，改完再回家吧。老婆，还是去找个工作，别摆摊了。我妈天天都在闹我，夹在中间也很为难。再说，摆摊也挺什么？挺丢人的是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陈振凯，你说你也读了那么多书了。你怎么就会觉得工作还有贵贱之分？喝口热水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妈没拦着你啊？就这么过来，不怕别人说你媳妇儿是个摆地摊的？以前是我不对，是我太幼稚太自私，我只想着自己的脸面，却没看到你受了多少苦，扛了多少压力。老婆，对不起，你凭自己的手艺挣钱一点都不丢人，丢人的是我，没能替你扛起这个家。我以后每天下班就来帮你干活，扛布料、剪线头、看摊位，什么活我都干。以后我就是你的专属后勤兵。泡泡脚解乏，今天踩了1天脚踏板，腿都肿了吧？这么贴心啊！妈妈，吃饼干。妈妈，爸爸今天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可好吃了。是吗？以前是你撑着这个家，现在换我撑你。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咱们一起扛。王奶奶，你这裤子穿着还合身吗？太合身了，林姑娘这手艺就是没话说。就是干得真好，多合身呢。林姑娘，帮我看看这个裤脚。全市最低价，比隔壁便宜1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3元。来，改衣服，全市最低价，比某些黑心商家便宜1半。大家过来看呀，同样的活花1半的钱，傻子才去贵的地方呢，快来呀！这么说，改裤脚要10元，反正都要改裤脚，你能省2块省2块吧？傻子才去贵的地方呢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帮我改一改，来帮我看看这个裤脚。好的。摆个摊还能搞出恶意竞争？姑娘，要不你也降价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姐，降不了。我是靠手艺吃饭的，是手艺人，不怕价格内卷。这卷价格还不如卷服务跟质量。好的，你放心，都能给你弄好。刘俊梅，骗子！来，看看，给我儿子的裤子改短了2寸，啊，这儿，哼，还非说是我记错了尺寸。3块钱的货，你还想要什么质量？
鞋不好，谁来呀？你，果然是便宜没好货啊！走，走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别走呀！林姑娘，你帮我看看，这还有救没？我这也是贪小便宜，吃大亏。能救，我给你借个边，到时候保证看不太出来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！哎，你看着很专业呀，就是真专业，真不一样啊！你看看，哎，这手艺真不错呀！咱这做生意呀，讲究的可不只是价格，更是良心。你说这偷工减料赚来的钱，花着能安心吗？对，我以后呀，再也不占便宜了。林姐，林姐，你可得帮帮我！我明天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议，你看这西装裤给崩开了，我找那柳俊梅，她说至少得3天，我现在可全指望你了。这场面试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你可得帮帮我。3天倒也不至于。林姐，那我今晚能拿吗？你这料子吧，有点特别。这样吧，你明天早上7点钟过来取，我熬夜加班给你改。谢谢你，林姐，麻烦了，辛苦你了，我明天来拿。哎，这手艺是真好。姑娘，还有我的裤子啊，这是我们的啊，你这还要改裤脚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歇5分钟，喝口奶。不行，这裤子明天小李面试要用的，这早上7点钟就要来了，看着走线，不能让面试者看出来。林姐，你可是帮了我大忙，等我面试上了，我一定回来给你送锦钱。等我啊！加油啊你！即日起，晚上8点前送过来，第2天早上7点取，不加价，专门急救面试、开会、相亲的衣服。林姐，我这西服被我扯开了，我明天出差要用，你帮我补一下。林姐，快帮帮我！上次刘顺梅让我等了5天，差点误了我的毕业证。林姐，帮我看一下，我着急用。一个一个来啊！你们俩这都能弄，我记一下啊。别人做不到的，我们做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底气。婉婉，帮我儿子改个裤子。我记得是2尺3的腰，裤长是95，还是按这个改是吧？哦，对了，这个年纪的孩子长得快，我给你多放个卷边吧。到时候短了的话，还能放回去穿一段时间。我自己都不记得我儿子的尺寸，前2天在那个刘俊梅那里，他帮我儿子裁裤子呢，裁了3遍呢，还都裁短了。完了说什么，还说我儿子长胖了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林姐可是小区人形尺码仪，比尺子还准呢。林姐，我这件也交给你了。行，到时候一起看看啊。好好，谢谢老板，我们走了。哎呀，明明是你自己量错了，我在这干了10几年还能出错？爱穿不穿？你量都没量就瞎剪，我明天要当伴娘的，这裙子怎么穿啊？哎呀，爱穿不穿？走走走走，赶紧走！烦死！林姐，你看这还能改吗？麻烦你了。行，我给你重新改一下。哇，林姐你神了！以后我的衣服啊都要让你改，我还要把我公司的同事都介绍过来。谢谢你啊，给我介绍客户，你看看。不错不错，走了啊，林姐。婉婉，林奶奶，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哎呀，这个扣子呀，你给补一下。扣子掉了？对，多少钱呢？不花钱，小区70岁以上的爷爷奶奶们在我这儿补扣子、补补丁都不收费。哟，那感情好啊！但是你这个扣子，我回家给你找找吧，补好了之后我给你送过去。好，好，那谢谢啊，我走了。林阿姨，我妈妈不在家，能不能帮我？朵朵，衣服破了是吧？脱下来，阿姨给你补补。谢谢林阿姨。
喂，老公，怎么了？婉婉，妈突然肚子疼得打滚，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，要立刻做手术。我在加班，赶不回来。你别着急啊，我一会儿就去看看，我现在马上就去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儿媳妇多孝顺呐！我闺女来照顾我，还嫌我脏呢。你这儿媳妇给你又是擦手又是擦脸的，一点怨言都没有。应该的。我之前对婉婉也太过分了。喝点水吧。李女士，你3天3夜都没合眼了，回去歇会儿吧。你婆婆这手术很成功，有我们呢。谢谢你们，我没事儿。但是她刚做完手术，身边没个人陪，我也不放心。我不打紧的。你看你都瘦了一圈，那天我还听见有人给你打电话，说都等着你回去改衣服呢。你看你这孩子，为了照顾婆婆，连生意都不要了。原来婉婉她为了照顾我，关了好不容易做起来的摊位，推掉了所有订单。婉婉，以前是妈不对，妈对不起你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以前是妈太要面子，太糊涂了。你摆摊挣钱不丢人，你凭自己的手艺挣钱，比谁都光荣。以前妈那么对你，你还这么孝顺，妈真的是对不起你啊。妈，不说这些啊，不说这些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一家人哪有隔夜的仇啊，对吧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，妈第一个跟他拼命。好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以后出摊啊，妈跟你一起，妈负责看摊收钱，你专心做衣服。没事儿，妈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这病刚好，在家歇着就行了啊。歇什么歇？妈都好了，我儿媳妇这么能干，妈怎么能拖后腿呢？来，邻居们，改裤脚5块，绣拉链10块。缝缝补补，立等可取啊！哎呀，童叟无欺，价格还公道。婉婉，你这真捡到宝了！你婆婆这业务能力比我这个前运营还强，简直是金牌前台兼保安队长。就是呢。哎，你说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我婆婆原来这么能干？那是。哟，张阿姨，你不是嫌摆地摊丢人现眼吗？怎么现在自己也开始摆摊了？怎么，我儿媳妇凭手艺赚钱，总比某些人坑客宰客、态度恶劣强得多。我张琼秀的儿媳妇，谁要是敢欺负，我就跟他拼命。你要是还推三阻四，我收拾你！哎，张奶奶，看你现在这是林老板的员工啊！那是，我儿媳妇儿能干着呢，我能给她打工，那是我张琼秀的福气。对，这么久以来，第一次觉得我不是一个人站的。婉婉，怎么了你？我活不下去了，我老公要跟我离婚。我老公他说要跟我离婚，他说我一天在家白吃，连个保姆都不如，保姆还有工资，我只能说是个老妈子。你别着急，你有什么事慢慢说，我们可以解决的。我辞职在家已经半年了，简历投了200多个，可全部都石沉大海。他一回家就朝我甩脸子，说我花他的钱，说35岁的女人离了婚，连捡垃圾都没人要。我也是，我这为了带孩子辞了职，现在想找个这接送孩子的活儿，我都找不着。人家说了，这带孩子的妈妈呀，
事儿多，影响工作。啊，那个，我是来补衣服的，无意间听到你们说话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儿还要人不？我干了10年的样衣工，我这手艺绝对没问题，能不能把我留下，在这儿打个下手啊？工资多少都没问题，只要能让我带着孩子。看到他俩，就像看到几个月前的我一般。不打下手，我们一起干。一起干？真的，虽然职场不认可我们，家里也嫌弃我们，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放弃自己。你会运营，你是运营高手，那你就负责线上和接单，还有宣传。你技术好，那你就负责技术。我作为统筹，我们3个人就是一个小团队。哎，说得好，以后啊，我就给咱们搞好后勤，带孩子做饭，看好摊位，我们女人离了谁都能火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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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都是被职场抛弃的妈妈，但在这里，我们一定可以靠自己的双手立起来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不用看老板的脸色，也不用被老公嫌弃，我们自己赚钱，自己当家。我之前能把一个账号做成100万粉丝，现在就可以把咱们的妈妈裁缝队做得更火。我呀，一定把每件衣服都做到最好。妈妈队加油！妈妈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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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棒了！最棒的！加油！完了，这又接了20单隔夜区，这小破车连个剪刀都放不下。再这样下去，咱们真得在这马路上搭个帐篷干活了。是啊，王爸，这昨天刮大风，把客户的羊绒大衣都给刮脏了，咱差点赔了钱。那咱真得找个正经地方。其实，我之前是看中了小区北门的一家闲置的商铺，我问了，他们家房租大概1个月要1500，但是水电全包，所以我是在想，哎，我看行，那个地方位置好，离大门近，客人也好找。我刚算了一下，咱们上个月的利润就只够发工资的，这房子一下要交3个月，还差4000块。这里有5000块，是我的私房钱。老婆，干吧。我怎么记得这私房钱可是你偷偷藏了1年的呀？说要换一辆电动车的。什么车都不如你的店重要。以前我总是拖你后腿，以后我要做你最硬的后台。最硬的后台。妈妈，快看！妈，你看，我在你的店里画了一向日葵，祝你的店和向日葵一样。开业喽！生意兴隆，恭喜老板啊！恭喜发财！哎呀，好孩子，你终于有了自己的店，奶奶为你高兴。生意兴隆啊！生意兴隆！生意兴隆！生意兴隆！谢谢大家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店。凭什么？一个被大厂开除的废物，凭什么和我抢生意？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
斧头被人给掰断了，这修都修不好啊，必须得换零件了。厂家发货至少要3天。完了，我们今天还有32件货要取，其中有5件是明天上班族要用的西装，还有李奶奶明天要穿的衣服，更有后天新娘要结婚穿的敬酒服，订单全毁了，口碑也全毁了。肯定是刘俊梅那个黑心肝的，除了他，没人这么缺德。我这就找他去。阿姨，妈，冷静点，别着急。你别拦我！这种恶毒的女人，我跟她没完。她这是要把你们逼死啊！冷静点，妈，别着急啊。咱们现在手里没有证据，你就算是现在去找他，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，他也不会承认，咱也没办法啊。冷静点，别急。人要是恶毒起来，还真是毫无底线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那么多的订单，我们怎么赔得起啊？大家都冷静一点，别冲动啊！妈，没事的，别冲动。我上周刚装的监控，咱有证据啊！还真是他，这就是个毒妇！我现在就把他拍下来，发到小区群里，让全小区的人都看看他的真实面目。我的天啊，太恶毒了！这个做早治呢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上次我一件芝丝衬衫被他改坏了，我也被他宰过，换个普通拉链收我80。这种人品做出来的衣服谁敢穿？刘俊梅，开门！开门！你们干什么？私闯民宅呀！刘俊梅，昨天晚上你干了什么？自己看。哎，你的商铺是我们物业的，现在正式通知你，1周内搬走，不然我们就报警处理。我没有，不是我，是他陷害我的。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敢狡辩？全小区的人谁不知道你什么德行？真是活该！平时宰客态度差，现在还干这种缺德事儿。就是，赶紧搬离这里，不要污染我们的空气。哎呀，我真没有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有，都是他陷害我的。陷害你？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你自己做的孽，自己受的。给我走！哎呀，不是我。你好，林正啊，好久不见。上个月我被公司优化裁员，之前到处 PUA 员工的黑料在行业群里传开，还差圈子直接把我拉黑，根本找不到对口工作。每个月7000块钱的房租压得我实在喘不过气，我真的是没招了才来找你。你看在咱们8年的工友情分上，就给我一份工作吧，店里的保洁打杂我全部能干。保洁？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？我记得当初你把裁员单当众甩我脸上，不是扬言说35岁的我出去只能干保洁？这短短数月的时间，你怎么反倒惦记起保洁来了？我当初目光短浅，说话刻薄，我真心知错。我现在手里积蓄见底，再没有收入，我就要断供被收房了。当初你踩着晚晚升职，为了讨好领导，随意优化老员工，那会儿你想过给别人留有余地吗？当初是你步步紧逼，当众碾碎我的尊严，半点不给我留活路。现在你走投无路，那凭什么要我伸出援助之手啊？林真婉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不过是暂时收留我打工，对你而言举手之劳，非要把事做这么绝。看到了吗？我们妈妈裁缝铺招人的第一大准则就是人品要好。你在职场上靠 PUA 他人踩压别人上位，三观不合，我们收不了。少给我摆什么高高在上的架子，不过就是一家路边的破裁缝店，赚点辛苦小钱有什么好了不起？还挑三拣四。谁允许你张口闭口贬低我儿媳妇的店？我们是靠手艺踏实赚钱。
不像你靠裁员的那个黑心公司，我们比你们强100倍。就是，告诉你，你趁早离开。你要是还胡搅蛮缠，你信不信我去找物业？滚！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，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。算完了，全部收支核算完毕，咱们这个月净赚了12370块，真的破万了！真的啊！快给我看看，看吧，这比我当时在大厂做行政岗的时候还多了300块呢，一分不差。改一的散单，还有物业的批量工装，幼儿园的原付定制，全都算进去了，实打实的纯利润。婉婉，妈以前是老糊涂了，还觉得你摆摊丢人，现在看来啊，我儿媳妇儿是实打实的顶梁柱，全家老小，大的小的全让你给撑起来了，赚了吧？真没想到我也能靠自己的实力赚钱。想起之前在家当全职太太的时候，被老公指着鼻子骂吃白饭，连买一件衣服都要看他的脸色，真是窝囊透了。我之前呢，为了接孩子就把工作辞了，后来跑遍了全县去找工作，人家一听说我要接送孩子，直接把简历扔了。得亏是后面你拉了我一把呀，要不然啊，我现在还在家愁眉苦脸的，伸手问老公要钱呢。拉倒啊，别谢我，要不是因为有你们在，我自己一个人可撑不起这个店。我们这群被职场抛弃的妈妈呀，缝的可不是衣服，缝的是我们自己的尊严和底气，还有撑起这个家。好了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看你们俩，今天呢，老板娘高兴，等会儿关了门，咱们就去吃烧烤庆祝，就庆祝我们几个逆风翻盘，赢了这一局。那我要喝冰啤酒，不醉不归。林姐，你帮我看看，这羊绒大衣好几千买的，款式过时，根本穿不了，看能不能想想办法，改成我女儿能穿的衣服，帮帮忙。我看看啊。是啊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种烦恼，轻奢衣服闲置率超高，丢了心疼，留着吃灰，妥妥的闲置刺客。看看，哇，林姐你太厉害了，完全看不出来是旧衣服改的，谢谢林姐。哇塞，婉婉，你这眼光也太绝了吧，既能精准改版，又能保留羊绒本身的质感，这市面上都找不着啊。真的是啊。我突然之间有个大胆的想法。啥想法？开拓新业务啊。现在呢，极简省钱风和循环利用是大势所趋，很多年轻人都舍不得丢轻奢旧物，我们干脆就顺势而为，开它个旧物换新的专属业务。你看啊，像什么旧大衣改成儿童马甲呀，旧 T 恤改成小熊玩偶呀，或者是旧牛仔裤改成包包呀，哎，等等等等，反正万物皆可改，一物多用。可以，妙啊，婉婉，你真是太有才了，我已经在这准备准备。我帮你。爆单了，婉婉，快来看，爆单了！我们的预约已经直接排到1个月后了。这下咱们可是开拓了新赛道，不靠价格内卷，靠实力闯出去。没有没用的东西，只有放错东西的宝贝。旧衣翻新，翻新的不只是衣物，还有普通人精打细算的生活。当初我最难的时候，摆摊被刁难，没客源，没人看，是这群老街坊无条件信任我，照顾我的生意，陪我熬过了最难的低谷期。
我决定要定个长期规矩，以后每个月的15日就定为咱们店的公益裁缝日。公益日？你是打算全程免费服务吗？可咱们的店现在订单满满当当的，这样会不会单个接单影响收入啊？赚钱赚的是我们的生活底气，但人品和人心才是我们立身的根本。以后每个月的15号，我们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，无论是牵裤脚、缝扣子、补补丁，全都免费，留守独居的老人优先服务。这话在理，现在我们的日子熬出头了，总不能闷头赚钱，适当回馈邻里，我们生意才能做得长久，才能红红火火。林裁缝在家吗？社区最美志愿者锦旗送给你。主任，这锦旗我收不起，收之有愧。说哪里话，你当然收得起。现在的创业者大部分都唯利是图，流量至上，只知道收割赚钱。你们团队能在咱社区稳扎稳打，不忘初心，而且坚持做这个常态化帮扶老人项目，是咱社区实打实的正能量榜样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宣传呐。是啊，小林，你受得起。那我就收下了，收下吧。太好了，我能有今天，从街边1平米的小摊走到实体店，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家人的包容、伙伴的陪伴，还有街坊邻里的信任和帮扶，拖着我一路成长。既受恩惠，必当回馈。您放心，往后的每一个公益日，我们团队一定会尽全力做到最好。您好，请问是要改衣服吗？啊，我是本地晚报的记者，请问林真婉女士是？你好，我就是林真婉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们从社区了解到您的创业经历，从大厂高管离职摆摊，逆袭开出了网红裁缝铺，还坚持做公益服务老人，非常的励志，所以想对您进行一段专访，您看可以吗？专访？这有什么好采访的？我有点怕镜头。林姐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正好可以宣传咱们店啊。很多人都很好奇啊，你曾经是大厂的高管，有着稳定的收入，体面又光鲜，如今转行做小区的裁缝，做的都是一些零碎的手工活，难道心里就没有落差和不甘吗？完全没有落差，而且说实话，我现在觉得反而比以前更踏实，更有归属感。在大厂里，我是个随时都可能被人替换、被优化掉的螺丝钉，表面看似光鲜亮丽，实则毫无底气。35岁就是职场淘汰红线，但是在这里，我是被人需要的林裁缝。我们是靠双手赚钱，靠真心去换口碑，赚的每一分钱都踏踏实实。我反而觉得，现在这种不用内卷内耗，也不用看人脸色的生活，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安稳。谢谢您。那您后天过来。拜拜。你好，这里是妈妈裁缝铺吗？您这边是想加盟你们店铺啊？好的，你这边留一个联系方式，到时候联系你啊。好。火了，彻底火了，有不少全职宝妈和失业年轻人都想和我们拜师学艺，还有很多品牌方想跟我们连锁合作呢。35岁不是职场保质期，是我人生的新开始。你好，请问您是？林姐，我是看了你的新闻特意过来的。我上个月被公司裁员，35岁求职直接被卡年龄，在家带娃没有收入，伸手要钱的日子太卑微了。我看你做的特别好，我也想学裁缝手艺，能不能让我加盟你的店？我也想靠自己赚钱，不用看人脸色。林姐，你还在想白天那个宝妈的事吗？现在有太多全职宝妈、失业女性被年龄焦虑、职场歧视所困惑，光有力气却没有收入。老公，要不然我们就正式启动妈妈裁缝队加盟计划。我同意，我们不能只顾自己，能帮一个是一个。那我今天就定个规矩，我们优先招收失业宝妈，加盟费呢也只收取简单的工本费，不搞套路，不割韭菜。所有的手艺还有就医改造技术线上运营都是免费教学，手把手教学。这个模式太戳人了，完全主打宝妈互助轻创业。
完全是当下最火的赛道呀！太不敢相信了！开业半天，直接接了50多单，有改衣，有旧衣改造，还有批量的居民定制单。一个人好不算好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一个人，所以总想为别人撑一把伞。现在加盟店遍地生花，线上咨询24小时不断刷屏，我们的人手根本就不够。你再这样熬夜下去，身体迟早要透支的。没事儿，我也该为这个家，为林真婉做点什么。回来了。陈志凯，你疯了！你这可是500强企业，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？你说辞就辞了。小凯，别冲动啊！你那工作可是很稳定的，创业都是有风险的，太冒险了。什么稳不稳定的，只要是不能守护家人的工作，都是虚的。以前是我死要面子，觉得你摆摊丢人，让你一个人受委屈扛压力。现在你事业虽然起来了，却天天熬夜透支身体，我怎么舍得再让你单打独斗？以后我全职入局，做你的专属后勤部长，对外对接加盟，打理账目跑物料，对内呢顾家带娃，处理杂事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只管放手往前冲。老公，谢谢。两口子还说什么谢谢啊？以前都说啊，你负责赚钱养家，我负责貌美如花。现在改一下，我负责帮你赚钱养家，替你遮风挡雨。有你在，我很安心。乐乐同学的爸爸妈妈大多是白领、企业从事者或者公务员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让他抬不起头。接下来我们进行小分享环节，每位小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我妈妈是公司高管，我爸爸是国企职员，我爸爸是警察。要不是我老公为了我放弃了外企高管的职位，今天乐乐起码有个体面的爸爸。老师，我来介绍我的妈妈。我的妈妈是一名裁缝，我的妈妈超级厉害，她有一双巧手，能把旧衣服改成漂亮的新衣服。小包包，她从不浪费东西，她还特别善良，收留了找不到工作的阿姨，而且每个月都是免费帮助小区里的爷爷奶奶缝补衣服，大家都超级喜欢她。这也太酷了吧，会做衣服，好厉害啊！你妈妈好温柔，好有爱心。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妈。妈妈你们这就是彻头彻尾的网络骗局！明天我就要举行我的婚礼，定制的结婚礼服被你们加盟店改得彻底报废，腰线歪得离谱，走线乱七八糟，连面料都被硬生生剪短，我的婚礼直接崩盘。这个礼服是我花了8万块钱定制的，我的婚礼误工损失还有我的精神损耗，总共给我赔偿10万块钱，少1分我直接工商举报，全网维权，让你们彻底凉透。对，就是他们，就是这家店做的这个烂衣服。完了，负面词条彻底压不住了，很多不明真相的路人都在跟风抹黑，连老顾客都在私信我求证真假，咱们辛苦积攒的口碑彻底要翻车了。我刚查了台账，这个学员培训期还差3天才结业，我们3令5申，没有通过考核绝对不许开业。他太心急了，为了快速回本赚钱，公然无视本路规则。我从街边风吹日晒的小摊一步步熬过来，辛辛苦苦攒下的口碑，难道就要毁在一个投机者手里？你们还来干什么？网上都实锤了，你们就是靠营销力人设，出了事就想敷衍甩锅是吧？你们这种网红店套路，我见太多了。对不起，这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我们总部，是我们监管不到位，考核有漏洞，
让你在婚礼前夕白白遭遇了这场意外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这样所有的责任我们一力承担。这是我们当初谈好的10万，我知道这些赔付只能弥补你物质上的损失，但是弥补不了你婚礼的遗憾。这样接下来的3天我会推掉所有的订单，哪怕是不吃不喝，亲自上手，我也会给你定制一条一模一样，甚至比原版更加精致的礼服。你们37.9。哎，这个，哎，那儿，你看一下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维权只是为了出气，以为你们只会公关洗白、敷衍了事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你和那些流量网红完全不一样。你是一个踏实做事、良心做手艺的人。现在我已经给你们澄清了，你是一个良心做手艺的人。做错了就要认，挨打就要立正，这是我做生意的底线。我们可以慢赚、少赚，但绝对不会糊弄客户。我们也可以让利，但绝对不会失信于人。那我先走了，慢走。小林啊，下个月我女儿要办婚礼，我跑了好几家大牌定制店都不满意，他们的流水线做工太模板化了，没有灵气。哎，我听说你手工超细，细节控拉满，我特意选了一些进口布料，想让你帮我定制一件婚礼的专属旗袍。普通改衣、旧衣改造是我们的基础业务，高端礼服定制却从未触及。刘姐，不瞒您说，我们做的都是一些日常的定制，像您这种高端定制，我们确实没做过。要不然您还是去市中心，去高定成衣店去试试吧。那些高端成衣店我都去过了，没有你这项服务。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行，那我尽量试试。哎。37.9。啊呀，觉得怎么样？太绝了！这版型修身不紧绷，这花色衬气质，细节吊打外面的大牌工作室。很多高端定制啊，都是溢价智商税，你这才是真材实料的手艺。您能喜欢就好。喜欢喜欢。婉婉，太好了。我们一直做平价刚需，陷入了低价内卷，你这么高端的手艺都被埋没了。那我宣布，从即日起，我们新增加高端私人定制业务，涵盖国风旗袍、高端定制男装，还有婚礼礼服以及婚礼妈妈装，1对1纯手工定制。高端定制客单价极高，利润是普通改衣的10几倍，我只是降维升级啊！只要手艺好，小裁缝也能出大生意。喂？什么？好，婉婉，我刚刚接到了电话，你被评选为全市最具影响力的女企业家了。本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女企业家获奖者林真婉，她深耕便民手艺创业，打破35岁职场年龄壁垒，自主创业逆袭，成功带动50余名失业宝妈、全职妈妈再就业，以微光聚暖流助力普通女性自立自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林真婉女士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真婉。就在1年以前，我还只是一个被大厂优化、被职场年龄歧视所判了死刑的35岁普通女性。在那个时候的我，被生活压到了极致，焦虑，还曾经一度偷偷躲在楼道里崩溃大哭，觉得自己的人生再也没有希望了，觉得自己是不是只能沦为家庭的附属品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始终坚信的一点就是，35岁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，
普通人的人生是没有剧本，它是另一个起点。如今的我，不再是那个可以被生活随意拿捏、打压的弱者。我带着一群跟我一样的妈妈们，一样被职场抛弃、被困在生活里的妈妈们。我们靠着一双手，靠着我们的一门手艺站稳脚跟，不用看人脸色，也不用伸手求人。我们活得有底气，有尊严，有自我价值。现在，我想告诉所有深陷焦虑的女性，我们女人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，我们就是自己的光。妈妈真棒，妈妈最厉害了！哎，林正晚，王总，好久不见。我刷到你的报道和店铺近况，没想到事情做得这么出色。这是林姐以前公司的老板。我今天专程过来是想正式邀请你。我们公司行政总监岗位空缺，我们一致认为你是最佳人选。年薪50万，额外配专车、专职助理，福利待遇全部都有。50万年薪，在我们这儿已经是顶级薪资，谁都会心动。多谢您的好意，王总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现在我不能回去。你不再好好考虑考虑？如今职场内卷严重，这个岗位多少资深从业者挤破脑袋都抢不到，薪资和资源都是顶配。当初裁员是公司战略调整，我知道你受了很大委屈，只要你愿意回归，往事一笔勾销。今后你手握实权，没人再敢刁难你。谢谢你，王总，我明白您当初的顾虑和选择，但是现在，我觉得这份事业对于我来说，比年薪50万更重要。在大厂里，我是个随时都可能被人替换掉的员工，流水线的那种。但是在这里，我可以带着几10位宝妈、失业宝妈，还有全职宝妈们一起打拼创业。我们彼此支撑着，活得踏实又自在。可惜了，以你的能力，留在小店确实屈才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也不再勉强。祝你生意越做越好。谢谢。终于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活着。你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林真啊，我今天过来不是找工作的，我专程来和你道歉的。之前在公司，我趋炎附势，待人刻薄，靠着打压同事和职场 PUA 往上爬。当初当众羞辱你，强行裁员，是我做过最过分的事。后来我自己也被公司优化了，整个行业都知道我的行事作风，没有一家单位愿意录用我。如今我在一家超市做收银，薪水微薄，每天干活也很累，但我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。这段时间我彻底想通了，靠着算计和打压别人获得的地位和利益，就像是空中楼阁，终究留不住。怎么，当初咄咄逼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今天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。今天过来就是想真心的说一句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都过去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只要你从今以后好好踏实的生活就好。林姐，你就这么原谅他了？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对你的？放过他，也算是放过我自己吧。唉。
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顺路过来看看你。我这一辈子就靠着这缝纫机养家糊口，一针一线把你和你弟拉扯大。那时候我就想着学门手艺，有口饭吃就行。没想到你却靠着它闯出这么大一番事业。小的时候就总是看着你守着这台机器，一直熬夜干活。你还常跟我说呢，说女人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立足。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。要不是这台缝纫机，要不是当初您教我那些道理，我也走不到现在。婉儿，你比妈有出息，妈守着手艺过了一辈子，你却带着和你一样的妈妈撑起了生活。这个老物件儿更像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妈妈的手艺我会一直传下去。不光我会守住，我还会让更多人学会它，靠自己的双手立足。我的好女儿。妈，既然来了，就多待2天。大家看一下它的走线，这种走线方式呢，是我们最常用的走线方式，在生活当中也是会遇到。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的话，可以问我，也可以问一些我们的老学员，他们上节课都学过这个。慢点儿，怎么了？林姐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从前我总觉得身体受限，注定只能依靠家人，连出去工作都不敢想。跟着你学手艺，我才明白，哪怕行动受限，我也能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养活自己，创造价值。很好，平时报个技能班贵得离谱，林姐分文不取，还手把手教学，真的太暖心了。就是学会简单的缝补，自己的衣物就可以打理了，以后呀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。我这一路走过来，受到太多人的帮助，现在我自己有这个能力，我也想把我的手艺传授给其他人。送大家现成的物资，也就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，不是长久之事。毕竟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说得太好了。好啦，继续吧。来，各位没有签到的，到这里来签个到。我们这个是一整个品牌，所有的故事都是由我们自己。陈哥，稍等，这里第50家加盟店开业了，你看现在好多人啊。是啊，没想到咱们的品牌在异地还这么多人。大家，下面有请我们的创始人给大家讲2句吧。好。还记得最开始，我只是在小区里摆了一个小小的裁缝摊儿，却从来都没想过能走到今天。短短的时间里，我们携手前行，共同进步。今天这第50家门店顺利落地，这从来都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，是我们所有姐妹共同努力打拼下来。这一路走来，我见过太多35家女性被职场抛弃，想要赚钱却无路可走，想自立却不知道从何做起。当初我想要创立妈妈裁缝铺，就是想要给困境当中的姐妹们一个落脚之地。今天站在这里，我想跟大家一起定下一个新的目标，未来妈妈裁缝铺一定开遍全国每一个小区，帮助每一个被职场抛弃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妈妈们，让她们靠自己的双手也有立足之地。妈妈裁缝铺加油！妈妈裁缝铺加油！加油！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海，前路漫漫，我们一起继续向前。好，太好了。曾经每月8000的房贷扣款短信，是我失业那段日子最大的心理负担。
如今我终于有能力一次性结清全款了。女士，您的80万房贷已全部提前结清，房产抵押手续后续会同步办毕。谢谢啊。太好了，老婆，我们终于无债一身轻了。还记得当初被裁员的时候，你看着发来短信偷偷掉眼泪。现在咱们所有的压力全都清零了。全都还完啦？还完了。你看，80万啊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婉婉，你真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啊！这往后就不用再抠抠搜搜的省钱还房贷了，这日子啊，铁定是越过越红火。以后啊，咱们也能好好享受生活，再也不用为还贷精打细算了。压在我身上的大山终于搬走了。什么？说林姐坐地起价，收取天价服务费，还专靠坑骗老年顾客赚黑心钱。林姐，有人造谣抹黑我们。帖子在网上已经传开了，有不少不明网友在跟风指责。林小姐，我们收到网友爆料说你们标价虚高，还利用公益人设谋私，请问属实吗？口舌争辩没有任何意义，真相就在眼前。这是我们店内统一的价目表，价格清晰透明。这是我们每月公益裁缝日的现场照片、视频，还有一些群众的留言和感谢信。我们每个月都会来小林这儿免费缝补衣服。林姑娘呀，心地善良，她怎么可能挣黑心钱呢？对呀，怎么可能挣黑心钱呢？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骗我们呢？真是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们是靠真诚和手艺待人，这些谣言是立不住脚的。婉婉，奶奶，生日快乐！我都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。这鞋垫啊，是我熬夜做的，针脚密实，干活踩着它舒服。你整天啊守着那个缝纫机，肯定用得上。天冷了，围上暖身子。婉婉，这么多年啊，多亏了你，手艺好，心肠更是好。我们大家呀，打心底记着你的好呢。林姐，谢谢你当初的担当，这是我的喜糖，沾沾喜气。新婚快乐！祝你以后的每一天都顺顺利利的。妈妈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这是我和爸爸一起挑的花，祝你永远天天开心。谢谢宝宝，谢谢大家。其实都是我的分内之事，没想到会被大家一直记得。有你们一直陪着我，一直相信我，我才是那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哎，那个大家坐吧，啊，吃点点心。坐。妈妈，谢谢你。原来最好的生意，你用真心对待别人，终究会被温柔以待。现在咱们的加盟店越来越多了，口碑也稳了，总不能一成不变吧？就是改衣、修衣、定制，大家都说说，以后的路我们该怎么走？说说吧，我也想听听。目前各地的加盟店缺口还很大，我们下一步继续拓展门店布局。另外，长期采购面料成本偏高，我们计划筹建自有面料工厂，把控品质的同时压缩成本。最后，打造专属服装品牌，把咱们的手艺真正做出名气。回想刚失业的那段日子，我在家也受尽了委屈。我甚至一度以为35岁就是人生的尽头，可遇到了大家，一路走来，我发现35岁哪是人生的终点，分明是全新的开始呀。没错，
这些年呢，咱们吃过苦，踩过坑，闯过了一关又一关。未来的路还长，咱们还有下个10年，甚至下个10年，咱们只管放手去拼。哎，这一路走来啊，我们几个风雨同舟。今天呢，我们不为过往庆祝，只为未来相约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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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我们几个在一起啊，就没有什么不可能。未来的路，我们继续携手走下去。站在这里，看着眼前的大家，感慨万千。就在1年以前，我还只是一个被大厂开除的普通员工。那个时候的我手里没有积蓄，家里又要钱，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最开始我从一个1平方米的小摊起步，这一路走过来，遭遇过嘲讽，经历过恶意竞争，还有信任危机。但是我始终坚信的一点就是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的坚持，每一次的付出，最后都会成为照亮前路的光。35岁从来都不是困住女人的门槛，而是一份沉淀下来的礼物。它让我们学会成长，让我们褪去浮躁，学会更加坚韧，也让我们懂得什么是抱团取暖的真正意义。今天这第100家门店顺利开业，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在座所有的姐妹用双手共同打拼出来的结果。愿所有被年龄困住、被束缚住的女性都能够打破偏见，努力活成自己的光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要相信，只要不服输，就没什么能够打败你的。未来，我们一起并肩前行。